嗨，大家好，这里是一心啊。今天这一期是讲一下回忆啊，就是还是在讲一下我当时在部队的故事。我是14年当兵入的伍，当时想着去了部队就不再回来，到了部队考个军校啊，还能换个专业啊，一举两得。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学的是数学，相当痛苦，去当兵可能也有逃避的成分在，但是我几乎到了部队就后悔了。因为新兵连我就觉得这日子比学数学还要痛苦。所谓当兵后悔2年嘛，就是我虽然没有后悔这么久，但是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后悔中度过的。当兵前想着什么写笔从戎啊，保家卫国啊，就是乃至刚到部队的时候还是踌躇满志的，但是真的没几天就消散得一干二净了。再加上之前我说的，后来阴差阳错进了武警特战，肉体更是饱受摧残。特训的几个月仿佛就是在计算我军旅生涯的二阶岛，只是求的是我体能的极值。但是我反而是在这个更痛苦的过程中爱上了部队，就是不是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就是之前的视频里面我经常看到这个弹幕，我又不是什么 M， 主要是因为跟战友们的羁绊增加了嘛。所以说，即便当时的日子非常苦，但是也有了能坚持下去的支撑。所以说当时就觉得日子没有那么难熬。只是这个战友间的羁绊，它并不能改变那个部队生活里那种痛苦的本质。就先说说我当时的苦日子吧。就是特训期间，我的体能素质本身就在新兵连排老末而且相比周围17、18岁的战友，我进步的还特别慢，然后就成功的被选进了飞虎队。就飞虎队可不是什么好的名头啊，它在我们那边是菜逼的集合队，就是需要额外加训的小团体。可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就已经很累了，飞虎队的家训就更是对我来说是雪上加霜。先简单讲一下我们每天的训练内容吧。应该不算泄密吧这个。首先是早操啊，早操我们通常就是一个轻装的3公里，有时候甚至是5公里。如果有时间的话，还要去做什么单双杠啊、仰卧起啊、俯卧撑啊这种简单的力量训练。早上的训练的话，就是吃完早餐之后，早上的训练一般就是攀爬、障碍跑这种爆发力的训练。下午一般就是射击，射击完了是体能训练，基本上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些耐力训练。然后这些训练每一项，我觉得每一项都非常的痛苦。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射击训练会轻松，把子弹射出去就完事儿了，但其实射击训练其实是最痛苦的，就是光是穿一些装备就足够让人难受了。我们当时穿的是10公斤的钢板防弹衣，2公斤的防弹头盔，身上还要缠着枪带，基本上走2步就会出汗。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不是执行那个射击的动作，而是去那个定姿势，就是你保持一个射击姿势不动，从开始的5分钟到后来的10分钟啊、15分钟甚至20分钟，肌肉会酸疼的特别厉害。如果是蹲姿射击这种，就更是会你压迫你的各种骨骼，就是膝盖啊、脚趾各种地方的骨骼的疼痛，压迫骨骼的疼痛，超级难熬。所以说每次计时结束的时候，是真的会有一种救赎感的。不过这种训练还是可以应用到生活里的，就比如说你演唱会的时候，你可以举着手机当一个人形云台，稳定录一段几分钟的小节目，轻轻松松。并且射击训练本身这个过程中就伴随着很多惩罚性的体能，因为相比基层单位通常训练的是9.5式步枪嘛，我们更多的训练是9.2式手枪，而且那个手枪更容易脱靶，而一发子弹的价值大约等于3斤大米吧，所以说你脱靶了是要向人民道歉的，道歉的方式那就是绕靶场跑一圈。我们靶场是在山头嘛，所以说，你跑一圈就相当于1公里的越野跑。然后体能课就更是有武装越野、冲坡训练这种对心肺特别不友好的科目，所以说一整天下来基本上都是一个燃烧殆尽的状态。然后晚上看新闻的时候，看着看着都能，就坐着坐着都能睡着，就是更不用说那个飞虎队的家训了，就是要比其他战友早起1个小时开始训练。那个时候几乎每个早晨起来都是一个浑身酸痛的状态，就是哪怕坐得久一些，浑身都咯吱咯吱的响。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就是每周2、周4的政治课，还有就是周五晚上的一个电影。很多人
他问我你部队里面有没有八卦，累都累死了，哪有什么其他的心思，每天最想的就是睡觉，七情六欲都被剥夺的只剩下食欲了，啊，但是八卦还是有的，就是避人不才，就非常善于没事找事儿。啊，就像我那个时候不光菜，而且还特别的矫情。我那个时候矫情的点就在于，自己明明没什么实力，但是还想得到更多的关注。就哪怕我那个时候的班长，建委班长，已经在我身上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了，但是我的思想问题还是不停的出现。这里就讲几个事情啊，就有一次我的脚面鼓了一个包，越来越大啊，其实也没有很疼，但是我还是屁颠颠的跑过去给我的班长展示。当时心里还有点开心跟小期待，因为这个包可以证明我现在已经是带伤训练啊，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蹭个总医院的名额，摸一天鱼。然后我班长看到之后，一开始也的确是很温柔的关心我，然后还给我揉脚。然后我刚放松下来的时候，他就突然一个用力把那个包给我硬生生的按下去了。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感觉到疼痛，但是那个疼痛还是会突然的在一下子袭击过来的嘛。但是呢，袭击过来的时候，我当时只能是一脸难以置信跟无语的表情看着我的班长。然后我的班长就说：“啊，这玩意儿是腱鞘肌，常有的事儿，按下去就没事了。”也就没有再多说别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好了 ，OK 了，你可以退下了。我当时就特别的失落，但是还是只能灰溜溜的退下了。就是这种又想偷懒但是又怂的事情不止一次啊，就是还有一次就是障碍跑，我不小心从一个高墙上面摔下来，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是装作恶心干呕的样子，然后我班长还以为我得了脑震荡了，啊，着急忙慌的带我去医务室，然后正巧又碰到医务室没人，啊，我就跟我班长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事情了，可以继续训练了，就这种很作的事情，应该有好几次，3、4次的样子。不过这不代表我一直是想着偷懒呢，我很多时候哪怕是不情愿，但是我也会主动提出来家训的，而且刚才提到那个医务室，我就非常想吐槽一下医疗班，就不光是我觉得我们当时普遍的共识就是，就医疗班都把我们当牲口治。就有一次我在拉单杠的时候，我整个手心的一块老茧被扯了下来，就是大概有一个指甲盖大的皮肤脱落了，很疼，但是还是能忍得住的那一种。但是因为要消毒嘛，所以说就去了医务室。结果到了医务室，对面只跟我说啊，忍着点啊，然后就直接拿着棉签蘸着双氧水就开始往我那个伤口里怼，就是本来不怎么流血的伤口，但是被他那么一怼的不停的渗血，而我当时就是只能拼命的咬着我的衣服，然后看着那个血水跟那个双氧水反应啊，起出那些白色的泡沫，然后我真的是咬着衣服，然后眼睛就不停的发黑，视野就一点点的变暗，然后不停的在那边滴汗，然后那个兽医还问我你是不是晕血？真的，我经历过很多的疼痛，你像什么拔牙的时候麻药没有打够啊，半月板撕裂还有就是什么我爱的人不爱我啊之类的等等。但是我现在还是能清晰的记得这件事当时那种痛感，就是感觉还是能排进我疼痛榜的前3的。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些小插曲了，只是说实话，就是苦是真的没有少吃的。但就像我之前说的，就虽然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我的进步一直很慢，有时候甚至是原地踏步，所以说我当时真的就是越来越沮丧，就是甚至连努力都是装模作样的了。所以说当时建委班长又找我聊天，找我谈话，而且这次的谈话就很直接，他直接就问我，你还想不想在特勤干？我当时说的是我想也不想，想待是因为在这边跟战友的关系开始越来越好了，不想待是因为觉得自己可能是不适合这里。他问我哪里不适合，我说我跟不上训练，一直都是当老莫我又不想当老莫就像那句话说的我想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嘛。但是我班长就这个时候就打断我，说你去了基层你也当不了鸡头。说真的，我的班长从来都不会给我留面子，我不止一次的希望他可以对我委婉一些，可是他就是每句话都习惯性的戳我的肺管子。起初我以为他是为了让我知耻而后勇，
但后来就是意识到他就是单纯的直肠子。接着他又说既然你觉得自己不适合这里，那你每天训练这那的装给谁看的？你不如直接每天干脆不干了，等着中队把你退回去。还说什么适合不适合的，在哪儿不都是干？你干脆直接说不适合活着呗。我当时就没有说话。接着他又说，提到之前我们看过的一个维和部队的纪录片，让我猜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情节。我说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印象最深的环节是当时有一个班长在那种非常恶劣的外部条件环境下，还想着在春节的时候在驻扎的地方贴一副春联。他跟我说人家那才叫积极，那才叫热爱生活。我那个时候还标榜自己热爱生活，他就说你热爱生活，你热爱生活到哪儿去了？每天半死不活的，你热爱什么生活？其实建伟班长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去适应环境，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尤其是这种逃避不了的情况。但是我呢，好像一直都是眼高手低，心高气傲还从不去主动思考当下面临的问题。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既没有改变现状的决心，也没有想去变强，反而就是那种越是为了放弃，越去装作努力的样子。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上学时被迫着念书到了部队被迫着训练，习惯了被动，习惯了应付相比于解决当下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意别人的目光想让别人知道我不是在混吃等死，然后就会对我网开一面但是建伟班长就从来都没有对我网开一面。我跑得慢了，他依然会训斥我力量上不去了，还是会在那边嘲讽我就吊单杠的时候吊在那儿坚持不住，想打报告下来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些什么你不是很能坚持吗？你的毅力呢？我那个时候却只是变得越来越想逃跑，就是逃到一个自己可以装模作样就可以待下去的地方，也不去思考自己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就是现在看来，其实我觉得建伟班长应该是很早就看穿我了。谈话的最后，他是让我找一个奔头让我不要再纠结于是不是老莫，想想自己到底是为啥来当兵的。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他说我是希望自己有一点点军人的样子。他说那你就照这个努力就行了呀，我也知道咋训你了。然后这个对话就结束了。我当时其实是有一些疑惑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有个军人样子也能拿出来当个目标设在那里，然后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去怎么训我，但确实也是多了一点点期待吧。但是那次谈话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变化，我还依旧是老莫然后依旧是挨骂，只是当时我每天那个休息间隙的家训变成了跟他一起摔跤，就是我们只能扭打不能出拳的那种，我每次都会被他摔得披头散发的，虽然那个时候没什么头发。有一次我被他一个过肩摔过去，把肋骨摔得生疼，当时我就直接躺在沙子地里不想起来，他就说什么你别装了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被摔疼了，他就还在那边一直羞辱我，说我什么娘们儿唧唧的什么的。我当时真的就特别受不了这种羞辱，一口气喘不过来，然后就那种嘶吼着吼叫着起身然后眼泪都流了出来，也没再管什么那种摔跤的规则，就是冲上去抱他的腿，然后把他摔倒了与其说是摔跤摔倒的，更像是把他撞倒的。他结果他也没说什么，反而说了一句你这不挺爷们儿的吗？然后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眼泪又唰的流了下来，然后用衣服去擦，但是我衣服上面全都是泥嘛，再加上汗水泪水跟脸上都糊在一起，然后就整个脸全都花了。然后我把他撞倒的动静呢，也把其他的几个班长都吸引过来了。但是我脸上不是花的特别厉害吗？他们就在那边看笑话，就根本藏不住丑态。奶奶的那个通讯员也拿着相机过来，然后他们就一边在那儿笑，一边让我做着一些比较羞耻的姿势在那边拍照。我当时虽然觉得羞耻吧，但是当时就是那种逃跑的想法，就是也是一点点变弱的。我真正的体会到积极的好处是在我生日那天，
当时正好是体测武装5公里，我上起跑线的时候，那个建委班长在我身后叫了我一声，我回头看他，他给我做了个手势，这样，然后我知道这个手势是加油的意思嘛，自己也给自己打气，然后上了起跑线之后，他又叫了我一声，叫了一声，我又回头看他，然后他就给我悄悄说了一声，生日快乐。我当时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我的生日，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战士资料里面有这个，当时真的是开心到想要飞起来，开心到想要飞起来，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我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人都非常向上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那个号令枪一响，我直接就冲出去了，跟我们那个中队里的几个尖子生一起冲出去了。他们是可以一直以这个速度跑下来，但是我不行嘛。然后我建委班长就在后面喊着我说：“你稳着点儿。”但是我那次还是跑进了22分半，就是摸到了及格线，也是我进步最大的一次。当时建委班长比我还高兴呢，所以说很多时候我是能感受到建委班长是在真心希望我好的。而且那天生日晚上，就因为那件事情，战友也知道了我的生日，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战友用信纸给我做了一个贺卡，我一直收藏到现在。然后那件事之后，我真的就彻底没有再去想过逃跑的事情。即便到了军旅生涯的最后，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达成了有一些军人样子这个目标，但我当下还算积极的生活态度，肯定多少是跟建委班长有关的。而且因为那次谈话之后，无论现在我住在哪里，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一定会在房门上贴一副春联的，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且我现在相信，只要是积极的处事，一定是会有好事发生的，就是永远相信好事即将发生。而且也因为建委班长这样时不时的拉我一把，我才会有后面更精彩的经历。你像93阅兵啊，还有那个天安门的执勤啊等等，都是只有我们特勤单位才有机会去参加的，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所以说会不会有人以为我会因此爱上建委班长？毕竟我是那种军训时会爱上教官那种人，但其实并没有，就是我对建委班长更多的还是感恩，因为他对我整个的军旅生涯影响真的是最大的一位，至少我认为。但是我爱上的那位呢，是后面才登场的，就是特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单位从新疆返回来一批战友，而且建委班长这个时候也要休假，我那个时候的班长就换成了凯班。凯班这个人就很搞笑，然后故事也因此开始了新的一页。跟凯班的故事呢，我还没有整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有点蠢，也有点狗血，不过也挺好玩的。后面慢慢讲。而且像阅兵啊、天安门执勤啊这种经历，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应该有很多大家不曾有过的视角，还是很有趣的。接下来就慢慢讲。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啊，这次也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评论区讨论分享。还是那句话，我一直都在啊。那就这里是一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